1米幾嘅菜樹竟然超級鮮嫩。潮汕人夏季中意嘅唔係米嘅米，又係乜嘢啊？睇老廣順應天時，按季節選擇食材嘅智慧。不時不食，食當季食物，既能確保新鮮，亦最護益身體。廣東人講究時食，耕作者更加係保留傳統，保留對節氣嘅尊重。對佢哋嚟講，時令從來唔係隨手翻去嘅日曆，而係水稻嘅生長、食材嘅挖取、葉菜嘅晾曬。千百年後嘅今日，佢哋按照大自然準備好嘅菜譜，依時種養，順序收穫。大佬，今日真係要2300啦！攞貨啦！今日天氣凍，但係兩兄弟心裏面開心，因為天越凍，菜心越甜，越好賣。個菜咧割一啲心腸啊，有花噶。如果過咗時就爛喺地嗰度就白做噶。冬至過後，增城小樓鎮嘅夏菜兄弟每日清晨5點準時到達呢一片菜地，因為要保證送出去嘅芽菜心係新鮮嘅。今日過咗2000斤啊！2000斤啊！哦。有咗展銷嘅盼頭，大家幹勁十足。弟弟錫住哥哥，繼續留喺咗菜地，跟貨配送嘅工作就由哥哥去做啦。兩兄弟種嘅菜心要到深冬先至上市，比一般菜心要遲，所以叫做遲菜心。但係睇住老氣嘅菜心又好清甜，係老廣冬天裏邊最中意嘅時令菜之一。弟弟迎嚟咗一日裏面最得閒嘅時間，村民喺大排檔食住啱啱割落嚟嘅芽菜心，係冬至村口最常見嘅風景。本地人最鍾愛嘅家常做法就係鹽水菜心，攞成條菜心灼熟即起，為嘅就係呢啖原味。睇住家鄉芽菜心嘅名聲越嚟越大，老夏放棄咗經營多年嘅茶葉生意，同弟弟承包咗10畝地種植芽菜心。大佬，今年啲菜好大棵啊！係喎，棵棵都有1米到啊！小樓嘅地理位置咧喺北回歸線上，晝夜嘅溫差咧就比較大，所以種出嚟嘅菜心咧比較甜，比較腍。好甜啊！喂，
買得咁快，好，真係好啦。哦，咁聽日繼續送出去嚇。今日嘅菜心比琴日賣多咗1000斤，呢個令到哥哥好意外。兩兄弟半年嘅辛勞喺1月份獲得咗回報。生意好嘛？都很可以啊。那啲煎片賣得幾錢？第二隻就賣到百出百滿，啊，第二隻咧就要108。價格飛漲嘅秘密同呢條2008年修建嘅綠道有關。外地遊客蜂擁而至，好口味令到普通農產品變身為高附加值嘅旅遊產品。風險都仲好大㗎，因為而家一回暖天嘅時候，天氣一熱嗰時候咧，佢菜心飆得特別快，個產量特別高嘅，咁跟住造成嗰個滯銷啊。菜心咁貴，菜葉亦都有用處。趁住難得有個晴天，老夏即刻叫鄰居出嚟幫手，做起多本地特有嘅葉菜——鹹菜。哦，係。菜心小炒、菜頭蒸肉、菜乾煲湯，務實嘅廣東人總係可以令到身邊嘅食材喺最適合嘅時候，以最適合嘅方式物盡其用。木棉花開無冷日。作為廣州市花，老廣都知道木棉花開，春天嚟臨。飲食上應該以去濕健脾、溫補為主。廣東嘅春天多雨，人體濕氣過重，容易攰。已經退咗休嘅何超賢覺得適度參加運動係除困嘅好方法。另外，仲有一個去濕除困嘅辦法，就係同木棉花有關。濕熱嘅廣東，亦都盛產治濕熱嘅食材。枝頭嘅簇簇木棉用嚟煲粥、煲湯、煲茶，有住清熱利濕嘅奇效。賢姨好中意煲湯，佢中意揾嘅同木棉花匹配嘅湯藥，究竟係乜嘢呢？你好啊，老闆，想買啲去濕嘅料喎，有冇啊？有啊，都有啊。淮山啊，薏米啊，都有嚇，茯苓啊都有係嘛？喺外地人睇嚟，老廣個個都身懷煲湯養生嘅秘笈。點啊？你買啲咩啊？呢排咧空氣唔好咧，有冇霸王花？有啊，煲豬肺得唔得？得 OK，得霸王花南北行陳皮咁咯。哦，呢排咧我話跳舞啊！菜市場上面嘅湯料檔，隨住時節嘅變換，主角依次登場。唔同嘅湯就係唔同嘅節氣嘅藥。賢姨汁嘅木棉花點樣去濕？秘密同樣喺湯水裏面。而家春天啊，廣州咧就係咁樣噶啦，潮濕天氣，想瞓覺啦，又攰啦，所以咧就要煲啲木棉花湯咯，俾啲鹽水浸啊。白芍、茯苓、赤小豆、扁豆、
白術，係祛濕湯嘅最佳拍檔。賢姨遵循住每人一朵花嘅食療用量，雖然唔確定個女中午係咪翻屋企食飯，但係賢姨都仲係放咗3朵。我翻嚟啦！哦，翻嚟啦，有湯飲啦！哇，正咩湯啊？睇下。木棉花湯。正，快啲整碗嚟。好啊。你今晚去完深圳翻嚟都可以再飲㗎。正啊！你留翻碗俾我啊。係啊係啊。老廣會隨住季節嘅轉換嚟煲各種嘅老火靚湯。湯品舵手一般非老媽莫屬，廣州人稱之為媽子靚湯。新鮮嘅木棉花唔易保存，食用不當反而會成為濕毒嘅根源。哇！你睇下幾好。係啊，呢啲好甜嘅。紅色嗰啲咧就正式紅棉咯。好多人周圍公園裏邊，廣州人都知道呢啲係寶嚟㗎嘛。喂，媽咪，你喺嗰度馬路邊執，你要小心啲喎，注意車喎。公園就 OK 嚇，注意下。知啦，我會小心㗎啦。我要曬幾耐啊？回南天啊，好難曬得乾㗎，要慢慢曬咯。可能要曬1個月吧。哇！啲花好靚啊，成串咁樣，係嘛？梗係，唉。不過我手上啲花粉都唔好嘥喎，俾你做個美容好唔好啊？哇！冇搞錯啊！咁我又有啫，純天然啊，冇我夠有啦。木棉花晾曬風乾之後，春季搭配扁豆、薏米、淮山，保健腸胃；夏季加金銀花同菊花煲水飲，又可以解暑。春食花，秋食菌。老廣州人中意用霸王花、木棉花煲湯，詩意嘅花味亦容納喺咗老廣嘅食譜裏面。廣東人既致力於節令嘅食材，亦致力食材嘅豐富。湛江徐聞，中國大陸最南端嘅濕熱海風、丘陵紅土地，催生咗全國1/3嘅菠蘿產量。本地人吳建連做咗幾十年嘅菠蘿種植銷售，熟人都叫佢做菠蘿姐。春末夏初正值收成衝刺，佢要落地度幫下手。咩貓啊？咩貓？那有乜不管？我在小包貓了。啊？等一兩成。菠蘿地1畝有差唔多4000株種苗，從開花到果實成熟，一般要4到6個月。今年嘅收成都唔錯，不過舊年一場大颱風令到菠蘿姐幾十年嘅積蓄化為烏有。而家一太橫嘅話，依家咁咪知。你講真你係好。生命喺度。生活總要繼續，喺菠蘿姐睇嚟，家鄉嘅菠蘿就係最美味嘅。哪怕預訂嘅價格下跌，佢亦寧願繼續運到北方市場蝕本，亦都唔願意見到農民睇住菠蘿爛喺地裏面。雖然講從細食菠蘿大，但係菠蘿姐每次勞作之後，都依然會削翻幾個脆口多汁嘅菠蘿清熱解暑，而抵禦大片菠蘿地吹嚟嘅海洋混合火山石紅土地嘅熱帶氣息。就現在最好吃的時候，3、4、5月份，現在是最甜，又香又甜，聞到都想吃，看到也想吃，好甜哦！我每一天都要數幾個。1個鐘頭之後，呢啲仲夾雜住果農汗水嘅菠蘿，將會運輸到佢舊年籌建嘅交易市場。每日嚟自天南海北嘅近1000部車，高峰期可以有1-2千噸嘅交易量。因為呢啲車唔會再開到菠蘿地嗰度收購，
鄉間道上恢復咗難得嘅寧靜。忙碌咗一日嘅菠蘿姐，今日要去家姐屋企聚一聚。45歲嘅菠蘿姐有2個仔2個女，3個大學畢業之後各奔前程，最細嘅仔留喺咗身邊。只要個仔返嚟，菠蘿姐都會盡量親自下廚。今日當季嘅菠蘿毫無意外會成為同任何肉類搭配嘅主角。家常嘅羅非魚，小火煎到有啲黃，酸甜嘅菠蘿汁液即刻會令到其貌不揚嘅淡水魚豔麗起身。魚嘅吐聲氣反而泛住絲絲嘅奶甜味，散發出嘅濃香令整個農家小院即刻充滿咗飢餓感。專注於烹飪嘅菠蘿姐亦拋開生意，難得放鬆落嚟。菠蘿大腸、菠蘿花甲湯。菠蘿嘅酸甜爽口，加埋消食止滯嘅功能，成為湛江人春夏之交入菜嘅時食佳果。媽，到呢度見啊，就呢皮啊！哦，哎呀，真一啲菠蘿好，因為攞嚟嘛。海邊嘅夜晚嚟得特別早，6點啱啱過就要摸黑食飯。民國時期喺徐聞引種嘅菠蘿，喺廣東成就咗一道好多外國人熟悉嘅名菜——菠蘿咕嚕肉。五花肉入油鑊炸至酥脆，配埋含有酵類嘅菠蘿，健脾胃助消化。喺亞熱帶，遍地水果成為食材原料，菠蘿亦都有咗水果同菜嘅雙重身份。告別咗菠蘿嘅收穫，短暫嘅春季之後，廣東迎嚟嘅係全年最長嘅雨季，龍舟水嚟啦！端午前夕，龍舟教練葉仲明正喺度指揮住將埋喺河涌裏面近1年嘅龍舟起上嚟。按廣東習俗，龍舟將喺賽後藏喺河泥裏邊保養，賽前再重見天日。42米嘅龍舟經過清淤、修補、上漆之後，將會完成競速。今日，葉仲明同慕名前嚟做夏令營體驗嘅美國老師傾完合作，就要帶龍舟隊去順德遊龍合練。太太楊秋明一早就準備好咗龍舟飯嘅材料。這個菜呢可以去水氣，去濕的。喺要求頂飽同去濕氣嘅主要原則底下，龍舟丁一直係龍舟飯嘅主角。主料肥肉丁炸出分油，配搭素菜翻炒，溝埋脂肪溶解嘅濃香，素菜好似從地裏面摘落嚟一樣清脆欲滴，鮮而不寡。5歲嘅泳彤唔中意爸爸划龍舟，因為一到端午節就會少咗好多陪伴。如果呢真係要解入酒精先可以練到咁喎。
呢班舵手懷住敬意完成拜神祈福，80個大隻佬即將要開始第一次合練。廣東人將划龍舟叫爬龍船，爬嘅力度同節奏決定住速度。有80人，80個槳划下去要整齊、統一才傳統才可以跑得快。今天第一天合練，還沒有達到往年的水平吧。農曆5月初1係正式比賽嘅日子，天啱啱光，葉仲明就開始忙啦。佛山各村龍舟飯同龍舟菜嘅準備幾乎係同時進行。村民中嘅烹調高手被揀嚟做主廚，雖然係流水席，但係依然遵循住本地菜講究嘅合時。夏秋菜式以消暑驅熱為主，因為食材本身鮮美，烹飪中極少用濃烈刺激嘅調味，火候亦掌握到恰到好處。經典粵菜豉油雞喺秘製嘅米酒同豉油中浸泡之後，皮滑肉嫩，略帶有豉油香。五杯鴨、生菜冬菇、清蒸河鮮，保留咗順德菜嘅甘香爽滑，亦好受歡迎。清末民初，端午節嘅珠江水域就開始咗龍舟賽。今日30隻廣佛龍舟強隊同江競渡。2選1嘅淘汰制 PK 之後，葉仲明所在嘅隊伍成為賽道上最快嘅龍舟。呢個亦都令到隊員消耗咗大量嘅體力。食龍舟飯呢，就從清末民初已經係。我哋一直都維持呢個傳統習慣。食出真味係佛山人嘅飲食精髓。再多嘅食材，為咗鮮活，亦都會喺當日採購。海鮮更加係提前2個鐘頭運到，上菜前20分鐘起蒸。村宴主要招呼鄉親父老，最講究地道，本地生長嘅食材，就算簡單，有粗料精製嘅用心，一樣美味。燒豬係龍舟賽前8名必備嘅傳統獎品。講意頭嘅廣東人，往往會喺村宴後競投燒豬帶返屋企，希望仔女好似龍一樣威猛矯健。河流縱橫嘅珠三角，端午節從來少唔到熱氣騰騰嘅龍舟賽同龍舟飯。各村菜式唔同，但熱鬧一致。睇住散去嘅隊員背影，葉仲明知道1年之後，大家先至會再相聚。桑基魚塘係順德人嘅糧倉，而海洋就係潮汕人嘅糧倉。喺潮汕有一種被稱之為米嘅美食，佢同樣源自於泥土，但係就唔喺陸地上。佢哋到底潛藏喺邊度呢？
漁民阿莊每日朝早7點幾從屋企出發，出海去捕撈呢一種潮汕特有嘅米。它是生產在泥巴上面。原來呢種米係學名叫尋氏短齒蛤嘅貝殼，脫殼之後俗稱薄殼米。薄殼米肉質鮮美，係大自然賜予潮汕嘅美味。潮汕漁民大多數從凌晨3點開始捕撈，到上午已經進入咗衝刺時刻。阿壯喺船上已經4個幾鐘頭。落海嘅漁民唔帶任何護具，有啲甚至已經喺3-4米深嘅海底來回咗100幾趟。咁樣捕撈嘅日子會喺海上連續3個月。薄殼殼內長住一條連線到體外，好似潮汕人中意抱團一樣，幾十個薄殼捲連喺一齊，取得養分，抵擋風浪。撈起身之後，漁民會喺海裏面及時清洗，以可以等薄殼脫泥帶水。今年64歲嘅大澳村漁民鄭成鵬落海撈薄殼40幾年啦，靠撈薄殼養育咗1對兒女。屋企人經常勸佢唔好再上船啦，但係一到夏季，老井都仲係忍唔住要賺1日200蚊嘅辛苦錢。但係常年落海嘅漁民都患有風濕，聽力同視力嚴重受損。颱風威馬遜帶嚟咗雨水，採撈只能夠臨時中止。每天都要出來，除非呢12級颱風趕時間把它收起來，裝在口袋裏才是錢。漁民平時一次出海，通常可以採撈3-4千斤。返到碼頭，阿壯即刻挑選最新鮮嘅薄殼。差唔多隻斤啊！呢度差唔多隻斤。開病啊！所以點都要知啊！等於我殺親嗰啲就用咩？咩偷黃片啊？交俾做咩用錢啊？就用一攤嚟租嘅2隻攤50斤，是當嗰次個嘅流能金箔嘅，好貴嘅，所以一隻攤50斤。流分衝係啊！幾個鐘之後，阿壯會將佢買嘅薄殼全部加工成薄殼米。阿壯將薄殼脫殼成米，沿用嘅係祖先流傳100年嘅傳統加工方式。成個潮汕地區只有澄海鹽洪有呢種傳統。佢嘅餐廳係用竹製曲尺形嘅工具薄殼絞，通過攪拌令到薄殼脫落去絲。去咗竹絲嘅薄殼放入去滾水裏面，薄殼米脫殼浮喺水面，薄殼沉落鑊底。用點樣嘅火候煮薄殼？阿壯有自己嘅秘訣。就是陰陽火，這邊是會開的，那邊就不會開。一走胖，它就肉跟殼自動分離。阿壯透露用嘅係荔枝木，燒起身有荔枝嘅果香。薄殼米煮得好唔好，關鍵係火力大細嘅掌握。打完薄殼米之後嘅空殼仍然殘存一啲肉碎，阿壯就叫個仔同侄仔一齊攞去餵雞。薄殼米雞只係副產品，啱啱出爐嘅薄殼米就最好食。阿壯同太太攞咗一啲返屋企俾媽媽做新鮮嘅薄殼果。女人聚喺一齊，將南瓜打碎，加入麵粉，捏成麵團，將用薄殼米調好嘅餡料放入去。
火蒸10分鐘，晶瑩剔透嘅薄殼果就新鮮出爐啦。講起薄殼最正宗嘅食法，潮汕人最中意配蒜粒、金不換、急火猛炒。金不換學名九層塔，又叫羅勒，係西式菜裏邊用得最廣嘅香草。急火猛攻之下嘅薄殼出鑊啦，最高嘅境界係薄殼米熟咗，但係仲未脫殼，口感鮮嫩，汁液飽滿。金不換炒薄殼係亞莊餐廳最出名嘅招牌菜。兩小年，你兩小年嘛嚟呢個食我講開咗兩整車啦有。今日係阿叔嘅生日，全家人唔怕遠，專程開車嚟到亞莊嘅餐廳，等阿叔食得開心。潮汕人對於呢個又平又好食嘅薄殼，中意到可以1日3餐當飯食嘅地步，所以當地人將薄殼叫做唔係米嘅米。第二日天都仲未光，阿壯又去海裏面撈米啊！廣東人嘅不時不食，唔單止仰賴水土嘅饋贈，更依靠住自己嘅智慧嘅創造。秋風起食臘味係老廣耳熟能詳嘅口頭禪。無論係中意傳統風味嘅老食客，定係中意嘗新嘅新人類，都可以喺品種豐富嘅臘味世界裏面得到滿足。臘味最經典嘅食法就係廣式臘味飯，煲到晶瑩剔透嘅油脂層層滲透到飽滿嘅米粒裏面，咬一啖，濃郁嘅肉汁喺嘴裏面熱騰騰咁爆開，香味撲鼻。而廣式臘味中最出名嘅就係臘腸啦。1到10月，女親善都要同爸爸一齊去到菜市場精挑細選製作臘腸嘅原料。前仔唔要啊，要烤腿啊！係啊，攞落去就黏黏稠稠咁樣係最好啊！你咁識睇㗎啊？唔係叻女啊！東莞高步矮仔腸臘腸嘅第4代傳人呂親嬋，中山大學外語系碩士研究生畢業。啱啱畢業嗰陣，同人合夥開咗一間快遞公司，年收入200幾萬。但係因為爸爸嘅身體狀況，2007年呂親嬋選擇接手家族嘅臘腸生意。開始都有啲無奈，有啲猶豫嘅。咁後嚟越做開呢份工作咧，就發覺嗰個興趣係非常之大。3-4個鐘之內做完就最好噶啦，盡快入爐。呂親嬋堅持古法製作，通過清朝嘅《美味求真》一書，呂親嬋知道古人喺做臘味嘅時候會加入一啲陳皮。佢覺得食材嘅搭配試驗係等食物充滿奧妙嘅保障，而美味嘅背後需要嘅就係時間。最後決定是用15年的陳皮，結果做出來的香味非常濃。肉按照肥瘦比例混合，加入精選嘅陳皮、汾酒同豉油，充分攪拌，再灌入腸衣，就係臘腸嘅雛形啦。這個程序是扎針，然後方便在整個晾曬的過程中透氣和排風。因為我哋係矮仔腸以短小粗壯而出名嘅，咁我哋就將佢綁成大概係4-5公分一截。我哋用100斤嘅豬肉，咁最後做翻出嚟咧，只有6成幾嘅臘腸嘅啫。廣式臘腸俗稱風腸，因其製作講求風熱而得名。做好嘅腸
要先烤2日，烘乾當中30%嘅水分。呢個屬於規模生產，點樣喺標準化下唔喪失傳統風味，係呂趁禪所重視嘅。做臘腸前面嘅60個鐘係至關重要。呢啲臘腸入咗爐有6-7個鐘㗎啦，依家需要轉腸，由尾嘅掉翻頭嘅。做臘腸嘅調料中最重要嘅就係豉油。呂趁禪聽講增城有家手工豉油廠，淨係晾曬就超過半年，可以激發臘腸嘅鮮味。於是佢就登門拜訪。這個已經曬足了180天了。如果現在出的話是頭抽的，那你試一下這個產品的味道吧。好。很濃的吃香味。氨基酸肽氮值大概有多少？有1.0以上。每次有咗新產品，呂趁禪一定會揾啲朋友過嚟試食，希望大家嘅熱愛同挑剔可以對產品改良帶嚟幫助。一粒咁大粒㗎，放喺個嘴頭，俾佢一爆嘅時候揀過咧，使個口腔啊、齒頰啊、味蕾都受到飽和嘅刺激，呢個先至食臘腸嘅嗰個主角境界。爆嘅感覺。傳統美味嘅背後，既考驗天賦，亦檢驗耐性。呂趁禪希望此生將做好食嘅廣式臘腸呢一件事做到極致。矮仔祥傳承到我這裡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，我正在努力讓世界上更多的人品嘗到這種既傳統又美味的食品。